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讲儒林外史，看透人情世故，掌握顶级阅人处世智慧。我想问屏幕前的每一个人，你有没有被世俗单一的成功标准死死套牢，一辈子围着学历打转，围着编制奔波，围着名利讨好，熬到青春耗尽，熬到身心俱疲，明明活得身心疲惫，却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一旦掉队就会被身边人看不起，被世俗贴上平庸无用的标签。你有没有深夜独自反问过自己，我们拼尽全力追逐的这一切，到底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被旁人、被规则强行灌输的人生模板？如果你有过这样的迷茫、焦虑和内耗，那一定要静下心来读懂《儒林外史》。很多人都误以为这只是一本写古代文人的古典小说，只是课本里枯燥的必读书目。可当你真正沉下心、沉浸式品读，就会发现，这本书从来不是在写古人，而是赤裸裸写尽了当代职场的内卷、人情的冷暖、人性的虚伪与挣扎。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一模一样的影子。作者吴敬梓出身官宦世家，亲眼看透科举制度的腐朽，看遍士林文人的追名逐利，半生看透世态炎凉，手握一支犀利毒辣的笔，以明朝为背景，实则影射清代社会乱象，用写实的笔法刻画200多位形形色色的人物，撕开功名富贵的虚伪面纱，抛开人性深处的贪婪、自卑、虚荣与坚守，嬉笑怒骂间写尽人间百态，荒诞故事里藏透生存真相。几百年时光流转，人性从未改变，书中的众生相至今依旧在我们身边，轮番上演，从未停歇。翻开《儒林外史》，开篇第一个登场的人物王冕，就给所有人立下了人生的最高标杆，也是整部书里唯一从一开始就活通透，不被世俗裹挟的清醒之人。王冕生来家境贫寒，只是乡间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没有显赫家世，没有权贵靠山，没有名师指点，更没有人为他铺路搭桥，从小靠着放牛养活自己和年迈母亲，在最底层的生活里艰难谋生。可他天资聪慧，不甘平庸，放牛之余自学读书作画，尤其擅长画荷花。笔下的荷花栩栩如生，气韵天成，远近乡邻都争相抢购。彼时朱元璋平定天下，正式确立八股取士制度，把科举做官设定为天下读书人唯一的人生赛道。所有人都被灌输一个固化思想，唯有读书高，唯有考科举做官，才算光宗耀祖，才算人生圆满。整个儒林瞬间陷入疯狂内卷，无数读书人一头扎进科举的牢笼，耗尽一生光阴死磕八股文，放弃个性，丢掉本心，只为追逐一纸功名。唯独王冕一眼看穿这套制度的本质，看透八股文，禁锢思想，扭曲人性的弊端，直言一代文人厄运将至，精准预言了往后数百年读书人被功名捆绑的悲惨命运。当所有人挤破头奔赴科举考场，为了一点虚名争得头破血流时，王冕选择远离纷争，归隐乡间，靠着卖画谋生，侍奉老母，安享晚年。日子清贫，却自在洒脱，内心丰盈且安稳。后来地方官员听闻他的才名，带着重金厚礼专程登门，请他出山入朝为官，换一身官袍，享一世荣华。这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机遇。王冕却丝毫没有动心，连夜收拾简单行囊，独自躲进深山隐居，彻底远离官场名利场，不问世事，潜心修行。吴敬梓把王冕放在全书蝎子的位置，用意早已不言而喻。人生从来不止功名利禄这一条出路，世俗定义的成功从来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一个人不必依附体制，不必讨好权贵，仅凭自身才华和双手就能活得坦荡干净、自由洒脱。遗憾的是，王冕之后，世间再无这般清醒之人。
往后登场的数百位文人雅士、市井俗人，全都心甘情愿坠入功名的漩涡，被世俗价值观绑架，在名利场里迷失自我，扭曲心性，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科举制度盛行之后，内卷愈演愈烈，整个儒林被压抑、焦虑、功利的氛围笼罩，无数底层读书人被困在应试的死胡同里，耗尽半生一无所获。周进就是这群悲情人物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的一生道尽了底层读书人一辈子的卑微、委屈与绝望。周进寒窗苦读一辈子，从少年熬到中年，从中年熬到暮年，整整60多岁的年纪，满头白发，牙齿松动，身形佝偻，熬了一辈子，却连秀才的门槛都跨不过，终其一生只是一个无名无分的童生。在当时森严的学历鄙视链里，60岁的周进就像如今一辈子考不上编制、熬不到转正的大龄备考者，被所有人轻视、嘲讽、排挤，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因为没有功名在身，他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受人冷眼，被人肆意践踏尊严。当地新晋秀才设宴欢聚，一众文人推杯换盏，大口吃肉，唯独周进只能缩在角落，默默吃素菜，低着头，不敢与人对视，不敢言语半句，生怕惹来旁人嘲讽。为了糊口谋生，他放下读书人的身段，去商人家里做账房先生。本以为安分做事就能安稳度日，可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根本打心底里看不起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当着他的面直言讥讽，骂他废物，笑他老不中用，嘲讽他读了一辈子书，终究一事无成。60多年的青春岁月全部耗费在冰冷的八股考卷上，理想早已破碎，尊严早已被碾碎，心里积攒了半生的委屈、不甘与憋屈，像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默默隐忍，无处释放。一次偶然的机缘，几位商人结伴前往省城游玩，顺路带着周进走进了贡院，也就是古代科举的官方考场。贡院里一排排狭小逼仄的号板，像一个个封闭的牢笼，在商人眼里不过是一处新鲜的观光景点，可在周进心里，这是他魂牵梦绕一辈子，拼尽全力却始终没有资格踏入的神圣殿堂。踏入贡院的那一刻，压抑半生的情绪瞬间决堤，他盯着眼前破旧的号板，眼眶瞬间通红，长叹一声，猛地一头朝着号板狠狠撞了过去。身旁的商人吓得慌忙上前拉住他，生怕他撞出意外。被众人救醒之后，周进一言不发，只是趴在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悲痛欲绝。书里直白描写他哭得口吐鲜血，满地打滚，头发散乱，狼狈不堪。他哭的从来不是眼前这座冰冷的考场，他哭的是被八股文生生吞噬的60年青春，哭的是自己蝼蚁般卑微被肆意践踏的尊严，哭的是一辈子执念落空、终生无望的悲凉。几位商人看他哭得肝肠寸断，心生恻隐，深知他半生不易，便主动凑了222两银子，为他捐了一个监生头衔。有了这个身份，就拥有了直接参加乡试举人的资格，相当于花钱买到了科举的入场券。前一秒还悲痛欲绝、哭到崩溃的周进，听到这个消息，瞬间止住哭声，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对着几位商人跪地磕头，哽咽着直言：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拥有了这张来之不易的资格通行证后，周进的人生仿佛开了外挂，一路顺风顺水，没多久便考中举人，紧接着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从此平步青云，一路官至朝廷御史，身居高位，手握权势。曾经那个3餐不济、受人嘲讽的老童生，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人人敬畏、争相巴结的周老爷。
从前当面嘲笑他、贬低他的人，如今全都放下身段，小心翼翼讨好攀附，生怕得罪这位新晋权贵。周进的逆袭看似是底层翻身的爽文剧本，实则藏着最荒诞、最现实的人性规则。他并非才华横溢、学识超群，能逆风翻盘，靠的不是真才实学，只是一张花钱买来的身份资格。在畸形的科举体系里，才华一文不值，学历头衔、身份地位才是立足社会。受人尊重的唯一底气，自己半生淋过雨，尝尽世间冷眼与卑微。身居高位，出任主考官之后，周进心底里格外同情那些和自己一样被困在科举里苦苦挣扎的老童生，总想力所能及，庇护同类，寻找曾经和自己一样执念半生、命运坎坷的读书人。也正因这份共情，他遇上了命运比自己更凄惨、执念比自己更深的范进。提起范进中举，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年少时在课本里读到这个故事，我们只觉得滑稽可笑，嘲笑范进心理素质太差，不过是考中一个举人，竟然激动到发疯失态。可当我们踏入社会，经历过职场的尔虞我诈，体会过生活的万般不易，见识过人情的趋炎附势，再回头品读范进的故事，只会感到刺骨的辛酸与悲凉。这从来不是一场喜剧，而是封建科举制度下一出吃人的荒诞悲剧，更是看透世俗人情冷暖的。一面照妖镜，范进一生痴迷科举，寒窗苦读50余年，前后考了20多次，年年复考，年年落榜，蹉跎半生，一事无成。他家境贫寒，家徒四壁，无田无产，没有稳定生计，一辈子靠着微薄的农耕勉强糊口，常年吃了上顿没下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寒冬腊月，连一件厚实棉衣都穿不起，冻得浑身发抖，却依旧不肯放弃科举执念，死困在应试的赛道里，不肯回头。50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身形瘦弱，依旧只是一名平凡童生，连秀才都难以考取。在乡里街坊眼里，他就是不务正业、死读书的废物，连自家老丈人都打心底里瞧不起他。好不容易在主考官周进的怜惜与赏识下考中了秀才，这对于半生落魄的范进而言，已经是天大的荣耀，算得上祖坟冒青烟。可他的野心与执念早已深入骨髓，根本不甘心止步于秀才，一心想要远赴省城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功名，彻底改变命运。远赴省城赶考需要路费盘缠，可范进家里早已穷得揭不开锅，连填饱肚子都成了奢望，根本拿不出1分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放下读书人的脸面，低头去找自己的老丈人胡屠户借钱。胡屠户堪称整部《儒林外史》里最势利、最刻薄、最擅长 PUA 的市井小人物，为人蛮横霸道、趋炎附势，看人下菜碟满心满眼，只有身份地位、钱财名利，从不讲半点人情情面。听闻范进想借钱去考举人，胡屠户当场勃然大怒，一口浓痰直接吐在范进脸上，劈头盖脸一顿痛骂，说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刻薄名言：你这现世宝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尖嘴猴腮，一副穷酸落魄相，也敢痴心妄想中举人，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若是能中举人，连母猪都能爬上树梢。这番辱骂字字刻薄，句句扎心，丝毫没有半点长辈的温情，只有赤裸裸的鄙夷与嘲讽。不光老丈人肆意羞辱，乡里街坊邻居也全都冷眼旁观，把范进当成笑话看待，没人愿意伸出援手，没人愿意给予半句安慰。人人都笃定范进这辈子注定碌碌无为，绝无出头之日。即便被骂得狗血淋头，颜面尽失，范进骨子里的科举执念依旧无法割舍。功名2字早已刻进他的骨髓，融入他的血脉。
他瞒着老丈人，悄悄凑了一点零碎盘缠，独自远赴省城参加乡试。等到考试结束，范进风尘仆仆赶回家里，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人心酸。家中已经断粮整整3天，年迈的老母亲饿得两眼昏花，浑身无力，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只用来下蛋换钱的老母鸡。为了养活母亲，为了勉强糊口，头发花白、面黄肌瘦的范进只能抱着那只扑腾挣扎的母鸡，低着头走向市井集市，卑微地站在路边，低声与人讨价还价，只求换一点米粮，熬过难关。这个画面道尽了古代底层读书人的所有辛酸与尊严扫地，一辈子饱读诗书，到头来却要靠着卖鸡换米度日，受尽世人白眼，可悲可叹又可怜。就在范进在集市上卑微卖鸡，为生计苦苦奔波之时，命运的反转悄然降临。村口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3匹快马疾驰而来。官差身着官服，径直冲到范进那间破旧漏雨的茅草屋前，高声大喊捷报：恭喜范老爷，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元喜讯，瞬间传遍整个村落。街坊邻居们瞬间变脸，争先恐后跑到集市，一把拉住还在卖鸡的范进，连连道喜，把他簇拥着往家里赶。起初范进满脸茫然，根本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只当是街坊邻居故意拿他寻开心。直到他走到家门口，亲眼看见张贴在门上的大红捷报，看见捷报上清清楚楚写着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半生的委屈、屈辱、焦虑、压抑在这一刻彻底爆发。范进盯着捷报看了一遍，又反复念了一遍，突然双手一拍，仰天大喊一声：咦，好了，我中了。话音刚落，他身子往后一仰，重重摔倒在地，牙关紧闭，浑身僵硬，当场晕厥过去。众人慌忙上前施救，好不容易把他唤醒。苏醒后的范进已然精神失常，披头散发，衣衫凌乱，一边拍手一边疯狂大笑，脚步踉跄，一不小心踩进门外的泥塘，浑身沾满泥水，却丝毫没有察觉，自顾自朝着集市狂奔，嘴里不停重复呐喊：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旁人全都围在一旁嬉笑围观，把他当成疯癫的笑话。可真正读懂他人生的人，只会满心心酸。范进的疯癫从来不是单纯因为中举太过激动，这是长期高压压抑下的，精神彻底崩塌。一句好了，藏着太多无人知晓的辛酸与隐忍。好了，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忍受老丈人的唾骂与羞辱。好了，意味着他50多年蝼蚁般卑微屈辱的生活终于结束。好了，意味着他被科举制度压抑半生的恐惧、焦虑与不甘终于得以释放。几十年被否定、被嘲讽、被轻视，一朝翻身，紧绷多年的精神防线瞬间断裂，心智失控。看似荒诞，实则是最真实的人性写照。疯癫的范进成了乡里人的笑柄，众人慌乱无措。有人出了一个荒唐主意：范进平日里最惧怕糊涂户，只要让糊涂户狠狠打他一巴掌，便能把他从疯癫中吓醒。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糊涂户，而前几天还肆意辱骂范进，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的糊涂户，此刻却吓得浑身哆嗦，连连摆手，不敢动手，嘴里不停念叨：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如今范老爷是天上文曲星下凡，身份尊贵无比，我一介凡夫俗子，若是打了文曲星，死后定会被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短短数日，糊涂户的态度发生180度大反转，足以见得公民身份的滤镜有多强大。只要你拥有了权势地位，哪怕满身平凡，在旁人眼里也自带光环，连缺点都能被美化。反之，若是一无所有，再正直善良，也只会被人肆意贬低。最终
在众人的劝说下，胡屠户硬着头皮灌下2碗黄酒壮胆，闭着眼睛狠狠朝着范进扇了一巴掌，一巴掌落下，范进瞬间晕厥过去。再次醒来时，神志恢复清醒，疯癫之症全然消失。而更荒诞的是，胡屠户打完这一巴掌后，总觉得自己手掌隐隐作痛，僵硬麻木，无法弯曲，打心底里已然对范进俯首称臣，心理暗示让他坚信自己真的冲撞了贵人，才会遭到无形反噬。吴敬梓的讽刺笔法寥寥数笔，便把世俗之人的势利与盲从刻画得入木三分。紧接着，一场魔幻的人情变脸大戏正式上演。从前范进家徒四壁，三餐不继，落魄潦倒之时，邻里街坊无人问津，路过都刻意绕道，生怕被拖累。如今范进一朝中举，身份蜕变，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前来讨好，邻居提着鸡蛋白酒登门道贺，乡邻扛着大米粮油主动送来，人人满脸堆笑，满口恭维好话。更夸张的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土豪乡绅张乡绅，平日里身居高位，眼高于顶，连眼角都不会多看落魄的范进一眼，此刻却亲自坐着八抬大轿登门拜访，一进门便主动拉住范进的手，以老哥哥相称，开口便赠送50两白银，还直接奉上一套3进3出的豪华宅院，无偿相赠。短短1天时间，范进完成了惊天逆转，从一个抱着母鸡在集市卑微求生、受人白眼的穷酸老者，摇身一变成了有房有财、有权有势、人人敬仰巴结的范老爷。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流传1000年的人情真相，在范进中举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嘲笑范进疯癫失态，嘲笑他执念太深，可真正该被嘲讽的从来不是范进一人，而是整个趋炎附势、捧高踩低的世俗人情。范进清醒落魄之时，身边全是冷漠虚伪。落井下石的俗人，范进一朝得势疯癫之后，身边所有人却突然变得温和善良，热情仗义。在科举这场名利游戏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疯子？是被制度逼到失态的范进，还是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唯利是图的市井众生？读懂这一层，才算真正看懂《儒林外史》的深层讽刺。如果说周进、范进是被科举制度异化的牺牲品胡屠户，是世俗势力小人物的缩影，那严监生则用一生的吝啬与偏执，写尽了小人物的自卑底色与底层安全感缺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守财奴形象，深入人心，耐人寻味。严监生家境富足，坐拥10几万两白银家产，良田宅院无数，放到现代社会，妥妥的身家亿万的富豪老板，一辈子衣食无忧，富贵荣华唾手可得。可他却活得极度抠门，极致节俭，甚至到了不近人情、令人费解的地步。平日里生活简朴到苛刻，从不舍得吃一顿丰盛饭菜，肉食只敢买最便宜的边角料，从不挥霍浪费。家人身患疾病，明明有钱，却舍不得聘请良医诊治，生怕花费银两。平日里1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分毫必较，对自己苛刻，对家人吝啬。在外人眼里，他就是天性抠门、小气至极的守财奴。可拨开表层的吝啬，深究背后的根源，你会发现严监生从来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反而在全书众多荒诞人物里算得上本性忠厚老实之人。他有一个亲哥哥严贡生，与他性格截然相反。严贡生靠着正经科举考取功名，身为乡绅名士，却横行乡里，霸道蛮横，无恶不作，成天游手好闲，靠着虚名到处打秋风占便宜，惹下一身官司，得罪无数乡邻。每次闯下祸事，从不主动善后，直接拍拍屁股跑路避难。而每次哥哥惹出麻烦，收拾烂摊子，摆平官司，赔付银两的人，从来都是严监生。
他明明心疼辛苦积攒的钱财，却为了家族颜面，不得不一次次拿出大把积蓄替哥哥平息风波、化解恩怨，默默承受所有压力与委屈，身价亿万却活得小心翼翼，极度自卑，不敢张扬。根源就在于封建时代畸形的等级观念与价值体系。严监生的功名头衔是花钱买来的虚名，没有正统文人的学识底蕴，没有正经科举的出身加持，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里，他空有财富，却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没有文人圈层的认可，始终被正统士人轻视排挤。而作恶多端的哥哥严共生，凭借正经功名，就能耀武扬威，横行乡里，受人敬畏，这让腰缠万贯的严监生始终抬不起头，心底藏着无法抹去的自卑与惶恐。在那个看重出身、看重功名、轻视商贾财富的时代，他没有可以依仗的权势，没有受人认可的身份，唯一能牢牢掌控、唯一不会背叛自己的，只有白花花的铜板银两。钱财成了他唯一的安全感，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他对抗世俗偏见、慰藉内心自卑的唯一方式。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临死前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场面。严监生弥留之际，已然气若游丝，虚弱到无法开口言语，双眼紧闭，始终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干枯的手掌微微颤抖，死死伸出2根手指头，不肯放下。围在床边的亲戚族人纷纷猜测缘由。大侄子猜想他是挂念2位亲人，未曾相见。他轻轻摇头。二侄子猜想他是惦记家中2笔银两，未曾交代清楚。他狠狠白眼相对，满脸不满。所有人都猜不透他的心思，束手无策。直到相伴一生的妻子走上前，看透了他的执念，走到灯盏旁，轻轻挑掉灯芯里，多余燃烧的1根灯草瞬间省下1点灯火耗费。就在这1根灯草被挑掉的瞬间，严监生缓缓闭上眼睛，安然咽下最后一口气，彻底撒手人寰。2根灯草看似滑稽可笑，为了微不足道的1点灯火耗费，执念到死都不肯释怀，实则是底层小人物最深的生存焦虑与精神执念。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囤积财富，不是天性贪婪吝啬，而是在冰冷的世俗规则里，唯有钱财能给他安全感。那多燃烧的1根灯草，浪费的不只是几分钱财，更是他本就稀薄、岌岌可危的安全感。吴敬梓用极致的细节描写，没有一句刻意批判，却写透了小人物被时代价值观逼迫出的病态心理。可笑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无奈。映射到当下，依旧有无数现代人如同严监生一般拼命囤积财富，过度焦虑存钱，不敢消费，不敢享受生活，被物质捆绑一生，终究忘了生活本身的意义。《儒林外史》的荒诞不只在于迂腐的读书人，吝啬的富豪更写透了古代文人圈层的虚伪造假、人设包装、流量炒作，和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网红立人设。假学历造假，圈层蹭热度，简直如出一辙，毫无差别。书里盛行一种名为打秋风的生存方式，说白了就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胸无点墨的文人混子，顶着名士读书人的虚假头衔游走在富商、官员与乡绅之间，靠着吹牛拍马、附庸风雅，到处蹭吃蹭喝，骗取钱财赞助，混取名利地位，活得虚伪又空洞。牛普郎就是这群伪名士里最典型的代表，完美复刻了现代网红造假立人设、蹭流量变现的全套套路。牛普郎出身市井底层，家境贫寒，一无所有，没有学识，没有才华，没有家世背景，却极度渴望挤进上流文人圈层，羡慕名士的风光无限，向往权贵的荣华富贵。
他深知正经科举考编之路太过艰难，耗费半生，也未必能有所成就，便动了歪心思，选择走捷径，靠盗用他人身份，伪造人设，谋求生计。一次偶然机缘，他意外捡到已故著名诗人牛不一的诗稿文集。巧的是，两人同姓牛，牛普郎瞬间心生诡计，借着同姓之便，直接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牛不一，冒用名士身份打造高端文人社，混迹市井与文人圈子。那些富商乡绅、附庸风雅之辈，大多不懂诗词文采，分辨不出作品真假，只认牛不一这个金字 IP， 盲目追捧，争相结交，靠着偷来的身份与虚假人设，牛普郎混得风生水起。今天受邀前往富豪家中赴宴，好酒好菜款待，明天接受乡绅馈赠银两红包，名利双收。甚至靠着伪造的名士身份，骗得一位貌美女子的青睐，组建家庭，把古代版人设炒作，流量变现玩到了极致，毫无底线，虚伪至极。而这类伪君子最让人不齿的地方，不在于骗吃骗喝、追名逐利，而在于满嘴仁义道德，满口圣贤道理，背地里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自私自利，虚伪至极。如果说牛普郎是刻意造假的投机者，那匡超人则是被圈层同化、丢掉初心的悲剧代表，完美诠释了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人性蜕变。匡超人初登场时是人人称赞的有志青年，出身清贫，心地善良，孝顺父母，勤劳踏实，勤奋好学，心怀赤诚与理想，三观端正，坚守本心，一心只想靠读书改变命运，安稳度日，是妥妥的正能量青年。可当他踏入虚伪浑浊的儒林圈层，接触到追名逐利、拉帮结派、阿谀奉承的文人风气后，很快被世俗的名利诱惑，腐蚀本心，渐渐迷失自我，抛弃初心。他学会了吹牛拍马，学会了攀附权贵，学会了圆滑世故。为了往上攀爬，为了谋取功名利益，不惜抛弃糟糠之妻，背弃过往情谊，甚至甘愿充当考场枪手，帮人代考舞弊，突破道德底线，丢掉做人良知。曾经那个善良纯粹、心怀理想的少年，最终彻底蜕变，变成了自己曾经最厌恶的势利小人、虚伪俗人。这又何尝不是当下无数职场人的真实写照？初入社会之时，我们心怀赤诚，坚守原则，怀揣理想，不屑圆滑世故，不愿同流合污。可在职场名利的浸染下，慢慢被环境同化，为了升职加薪，为了名利地位，渐渐放弃底线，迎合世俗，讨好权贵，最终活成了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样子。在世俗的漩涡里，弄丢了最初的自己。读完周进、范进、严监生、牛普郎、匡超人等一众人物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整部《儒林外史》大半篇幅都在刻画人性的扭曲、世俗的荒诞、名利的诱惑，满屏都是追名逐利、虚伪势利、执念深陷的众生相，让人看得心生压抑，感慨人性凉薄。可吴敬梓从不会一味揭露黑暗，在乌烟瘴气的名利场之外，在被功名裹挟的儒林之外，他也为世人留下了难得的光亮与清流。在人人追逐功名利禄的时代，总有一些人挣脱世俗枷锁，坚守本心风骨，不慕荣华，不卑不亢，活成了乱世里的一股清流，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群清醒的清流，既不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也不是金榜题名的名士，反而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甚至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他们打破世俗偏见，挣脱命运枷锁，活得独立通透，风骨凛然。沈琼枝便是全书最亮眼的女性角色，堪称封建时代大女主的标杆，打破了古代女性只能依附男性，听从命运安排的固有宿命沈琼枝，
出身小康之家，自幼读书识字，精通诗词书画，才情兼备，容貌秀丽，气质不凡，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当地富商盐商宋为富贪恋她的才貌，花费重金下聘提亲。沈家误以为对方是诚心明媒正娶，让女儿做正妻，满心欢喜答应婚事，将沈琼枝嫁入宋家。可当沈琼枝千里迢迢嫁入宋家之后，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婚骗局。宋为富根本没有打算给她正妻名分，只是想把她骗入府中做无名无分的小妾，随意摆布。在男尊女卑、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女子遭遇这样的骗局，只能认命妥协，默默忍受委屈，要么终日以泪洗面，虚度一生，要么不堪受辱，寻短见了结余生，根本没有反抗的底气与出路。但沈琼枝截然不同，她聪慧冷静，性格刚烈，有主见，有骨气，绝不甘心任人摆布。面对骗局，她没有哭闹争执，没有自怨自艾，表面不动声色，稳住宋家上下众人，暗地里悄悄谋划脱身之计。等到夜深人静之时，他悄悄打包宋家赠予的金银细软，当作自己被骗的应有补偿，独自雇好小船，连夜逃离扬州，奔赴繁华的南京城，独自谋生，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孤身女子，无依无靠，在陌生的大城市立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想要活下去，难如登天。可沈琼枝却做出了一件震惊整个金陵城的举动。他在秦淮河畔租下一间临街铺面，公然挂出招牌，写明自身才情，代写应酬诗文，定制书画作品，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光明正大赚钱谋生，不依附权贵，不依附男人，自给自足，独立自强。一介女子公然抛头露面，不靠婚嫁依附，仅凭才华立足于世。这在几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是惊世骇俗、打破常规的大胆之举。宋为富发现沈琼枝逃走后，恼羞成怒，带着官府差役赶往南京，想要以私逃的罪名把他捉拿回去，继续禁锢。面对权贵施压与官府审讯，沈琼枝毫无惧色，在公堂之上腰杆挺直，从容淡定，不卑不亢，条理清晰地当众揭穿宋为富骗婚纳妾的丑陋行径，把所有真相全盘托出，赢得旁人敬佩。沈琼枝不仅是《儒林外史》里的奇女子，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少有的拥有独立人格、敢于反抗权贵、坚守自我风骨的女性典范吴敬梓。借着沈琼枝的故事，狠狠打脸了那些虚伪迂腐的文人雅士。你们身为七尺男儿，饱读圣贤诗书，却为了一官半职，一点虚名，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甘愿被功名捆绑，丢掉尊严。而一位弱女子却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敢于拒绝权贵的摆布，靠自己的才华堂堂正正立足，干干净净赚钱，活得坦荡自由。这份风骨远超无数世俗文人。当故事走到全书结尾，曾经风光无限、名噪一时的高官名士纷纷落幕消散，有的辞官归隐，有的身败名裂，有的老去离世。曾经热闹繁华的太伯祠也渐渐荒废凋零，庭院长满半人高的野草，殿堂破败冷清，繁华落尽，只剩满目凄凉。就在这曲终人散，世俗理想尽数破灭的时刻，四位市井奇人悄然登场，成为全书最后的高光与慰藉，也是吴敬梓留给世人最珍贵的人生启示。这四位奇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打工人，没有功名，没有财富，没有家世，却看透名利浮华，挣脱世俗束缚，守住本心与热爱，活得比朝堂权贵、儒林名士更加通透洒脱、自在从容。第一位，纪霞年，以写字代写为生，家境清贫，无家可归，
只能寄居在寺庙之中，生活简陋朴素。他写的一手绝佳好字，书法造诣极高。无数达官贵人、富商乡绅愿意花重金请他题写匾额、书写字画，许以丰厚酬劳，想要拉拢结交。可季暇年看淡名利，不屑攀附权贵，面对重金邀约，统统摆手回绝，直言不愿迎合世俗，不愿为权贵附庸风雅。他只想随心度日，每日写完字便去往茶馆听书闲聊，随性自在，不被钱财名利绑架，把权贵虚名视作粪土，只遵从自己的本心而活。第二位，王泰以售卖直火筒为生计，每日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辛苦谋生，收入微薄。他从不贪心谋利，每日赚到足够温饱的钱财，便立刻收摊歇业，不再奔波劳碌，余下所有时间都用来潜心钻研围棋，棋艺精湛，造诣极高，远超寻常棋手。当时天下第一的围棋国手来到南京，摆下擂台，无人敢应战。默默无闻的王泰挑着货担子从容登场，与国手对弈，几招下来便把顶尖国手杀得节节败退，片甲不留，实力惊艳全场。赛后面对众人的惊叹与追捧，王泰毫不在意，淡然挑起货担子，大笑离去，不留姓名，不恋虚名，只求自身热爱，活得潇洒通透。第三位，盖宽，曾经也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弟，饱读诗书，见识广博，后来家道中落，家产破产，沦为平凡百姓，只能在街边开一间小茶馆，靠着售卖茶水谋生，度日清贫。历经人生大起大落，他早已看透世态炎凉，名利虚妄。平日里守着小茶馆，看人来人往，观市井百态，闲暇之余便提笔作画，把人间烟火、众生百态绘于纸上，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堪称一绝。他从不把画作拿来售卖赚钱，不迎合市场，不追逐名利，只赠予懂画、惜画的有缘人，坚守内心的热爱，不被物质生活裹挟，清贫却丰盈。第四位，京原，以裁缝为职业，每日起早贪黑，穿针引线，替人缝制衣物，靠着手艺踏实谋生，是最平凡不过的底层手艺人。可他内心有着高雅的精神追求，裁缝铺里常年摆放着一把古琴，白日里他安分守己，踏实做工，赚钱养家，为生活奔波。夜幕降临，关上店门，点上一炷清香，独坐窗前，抚琴吟诗，弹奏高雅名曲，沉淀内心，丰盈精神。身边有人不解，询问他：你一介裁缝，弹琴写诗有什么用处？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何必浪费时间？京原的一番回答堪称全书最高人生境界。我做裁缝是为了谋生糊口，安身立命；我弹琴写诗是为了修身养心，守住本心。我不愿为了名利丢掉内心的雅致与坚守，不愿让自己的心变得和那些追名逐利的官员俗人一般庸俗不堪。这四位市井奇人身份平凡，职业普通，身处社会底层，同样被生活打磨，被现实奔波所累，可他们却活得通透清醒，分清了谋生与本心的边界。谋生脚踏实地，坚守不丢热爱，不被世俗单一的成功标准 PUA， 不被名利浮华所诱惑，把评判人生价值的权利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不为他人眼光而活，只为取悦自己本心而活。在《儒林外史》的中段，书中还描写了一场轰动全城的盛事——泰伯祠大祭，以于玉德、庄少光、杜少卿为代表的一群理想主义者看透科举制度，扭曲人性，败坏风气，痛心儒林，道德沦丧，文人追名逐利，一心想要挽救世风，唤醒读书人内心的良知与道义，复兴上古礼乐制度，重塑文人风骨。他们自掏腰包，倾尽心力，在南京修建宏伟的泰伯祠，筹备盛大祭祀大典，弘扬礼乐文化，倡导修身立德，淡泊名利。
祭祀大典举办之时，金陵城万人空巷，钟鼓齐鸣，礼乐悠扬，各方名士齐聚一堂，盛况空前。那一刻，仿佛久违的文人风骨、道德良知重新回归，儒林风气得以净化，理想之光普照大地。可吴敬梓的笔触向来现实且冷酷，这场盛大的祭祀大典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如同暗夜中的一缕微光，转瞬即逝。大典结束之后，这群心怀理想的真儒名士渐渐星流云散，余裕德老去归隐，杜少卿散尽家财，远离世俗，庄少光闭门不出，潜心修行，无人再坚守礼乐初心，无人再传承文人风骨。太伯祠也日渐荒废，无人打理，祠堂屋顶坍塌破损，庭院荒草丛生，曾经演奏雅乐、弘扬道义的神圣之地，渐渐沦为小商贩售卖破烂杂物的市井摊位，繁华落幕，理想破灭，只剩满目沧桑。吴敬梓借着太伯祠的兴衰倒塌，无情戳破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庞大冰冷、以利益为核心运转的社会体系面前，个人的道德坚守，一群人的理想主义，终究渺小又无力，难以对抗根深蒂固的名利规则。只要科举功名，依旧是改变命运、获取财富权势的唯一捷径；只要世俗，依旧以身份地位、财富头衔评判人生成败，就永远会有无数个周进。范进心甘情愿奔赴名利的火坑，被困在单一的人生赛道里，耗尽一生无法自拔。时光流转，100年过往，八股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可他留下的精神枷锁，世俗的单一评价体系却从未消散，依旧深深影响着当下的每一个人。古代读书人困在科举的牢笼里，一辈子死磕考卷，追逐功名；现代人困在学历、编制、薪资、地位的枷锁里，内卷内耗，焦虑迷茫，把人生的全部价值绑定在一张名校文凭、一个稳定编制、一份高薪工作上，仿佛没有这些标签，人生就注定失败，注定平庸。我们像极了当年的周进，熬到大龄依旧执着备考，受尽冷眼也不愿放弃；像极了当年的范进，为了一个身份标签委屈妥协，丢掉尊严；像极了当年的匡超人，踏入社会后渐渐丢掉初心，迎合世俗；像极了当年的严监生，过度焦虑财富，被物质捆绑一生。我们活在和如临众生一样的执念里，被他人眼光绑架，被世俗标准裹挟，在无尽的内卷里慢慢弄丢了自己，忘了生活原本的模样。而《儒林外史》留给现代人最珍贵、最顶级的生存启示，就是用200多个人物的悲欢离合、荒诞悲剧，给所有人敲响警钟。永远不要让单一的评价体系绑架你的整个人生。成功从来没有统一标准，人生也不止一条前行的道路，不必执着于人人争抢的赛道，不必迎合世俗的眼光，不必为了虚名浮利委屈自己，丢掉底线。考不上编制不代表你平庸无用，没有高薪地位不代表你人生失败。做着平凡普通的工作，依旧可以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依旧可以坚守本心与热爱，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活得自在通透。谋生是为了安身立命，本心才是人生归宿。我们可以努力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踏实谋生，努力生活，但永远不要在欲望的泥潭里弄丢最初的善良、热爱与风骨。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几百年前吴敬梓写下的这句感慨，至今依旧道尽人生真相。重读《儒林外史》，不是为了嘲笑古人的荒诞与愚昧，而是为了看清人性的本质，看透人情的冷暖，在遍地奔波、满是六便士的生活里，守住内心的月光，在全民内卷的时代里，保持一份清醒与从容。聊到这里，想在评论区问问大家，
读完《儒林外史》这么多人物故事，你有没有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你是否也曾被世俗的成功标准绑架，为了迎合他人期待，勉强自己活成不喜欢的样子？你觉得当下我们该如何摆脱内卷内耗，不被单一评价体系束缚，活出自己的人生节奏？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和感悟，一起交流探讨人生处世智慧。如果你喜欢这类古典名著沉浸式解读，喜欢看透人性、读懂生活的深度内容，一定要点赞、收藏、订阅我的频道。后续会持续拆解更多经典名著，带你从古人故事里悟透当代生存智慧，读懂人情，看透人性，从容处世。我们下本书再会。